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用这一讲来复习本学期的基本内容。首先，本学期的45讲内容可以分成3大类。在第一大类里面，我们有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关于变量的定义，其中电压和电流我们称之为支路量。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给定以后，有所谓关联和非关联2种情况。区别于关联和非关联，它们的功率有不同的定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3讲和第5讲有专门的讨论。此外，有了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以后，我们给出了 KCL 和 KVL， 称之为电路的拓扑约束。这是在第10讲进行的讨论。除了拓扑约束之外，我们还介绍了很多的电路基本元件，比如电阻、电源，包括独立源和受控源、运算放大器和 MOSFET。其中，电阻在第6讲进行讲授，独立源和受控源分别在第7讲和第9讲进行讲授。第4部分是专门的内容，我们讨论了二端口网络。在线性电阻电路分析部分，首先我们介绍了若干种等效变换，这是大家解题的实用技巧。除此之外，我们介绍了4种非常重要的求解电路的工具。在非线性电阻电路中，我们介绍了4种分析方法。下面我们就对其中的重点部分进行一些复习。在进入具体的复习内容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这学期的45讲内容进行分类。大家请看，在课程大纲里，我们有这样一个 flash， 它把45讲的内容分成概念、模型、求解方法和应用4大类。所有的各讲的标题和序号我们都放在了这里。这个 flash 可以有非常重要的应用，比如说，如果说你想要知道第10讲 KCL 和 KVL 的先修知识的话，只需要在这个 flash 上点击10。你发现了吗？你只需要学会1、2、3、4讲，就可以直接学习第10讲。再比如说，如果说你想学会关于逻辑门电路的基础知识，你点一下25，你就发现你只需要学习1至10讲，以及15讲、18至23讲以及24讲，就可以完全掌握25讲的所有内容。根据这个 flash， 你完全就可以实现我们所谓的按需学习。这个 flash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希望你能够妥善的使用。接下来我们复习几个重点内容。首先是运算放大器。在本学期的内容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理想运算放大器。理想运算放大器有3大基本特征：第一， A 要趋向于无穷大；第二， Ri 要趋向于无穷大；第三， Ro 要趋向于0。其次，我们讨论的所有电路都是负反馈电路，也就是说，需要从输出端经过某一个元件，把信号反馈回反向输入端。第三，在分析包含负反馈理想运算放大器使其工作在线性工作区电路时，我们有所谓虚短和虚段的分析方法。所谓的虚短是指的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和同向输入端之间的电压趋向于0，类似于短路一样，使得2节点的电位相同，但是事实上它们并不是短路的，所以称之为虚短。所谓的虚段指的是由于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非常大，使得反向输入端和同向输入端的输入电流都趋向于0，看起来就像断路了一样。有了虚短和虚段，我们就可以方便地分析包含负反馈的理想运算放大器电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负反馈理想运算放大器电路，我们都假设它工作在线性端。关于运算放大器，我们在第18至第21讲，大家可以重点复习。关于 MOSFET， 我们讨论了3种工作区段，它们分别是
DS 之间开路、DS 之间电阻和 DS 之间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我们在第9讲就引入了压控电流源和压控电阻。我们在第24讲至26讲讨论了这个电阻构成的门电路。我们在第45讲讨论了由这个压控电流源构成的放大器。关于二端口有比较多的定义。首先，我们给出了4种二端口的定义，它们的参数方程是怎样的，需要大家能够记住。其次呢，我们还讨论了互异二端口和对称二端口。这4种参数的二端口在互异和对称条件下，参数各有不同的表示，这也需要大家记住。除此之外呢，对于 G 参数、R 参数和 T 参数来说，我们有时候需要给出参数以后，给出它们的等效电路。那么不同的二端口可以进行级联、串联和并联。关于二端口的讨论，我们在第27讲至第31讲来进行，大家可以重点复习。等效变换是非常重要的电路求解工具。我们在这学期的内容里给大家介绍了3大类的等效变换。首先是关于入端电阻的，在这里我们推荐大家采用这样的顺序，即先看串并联，再看平衡电桥，再看星三角变换。如果里面包含的有受控源的话，我们推荐大家采用加压求流或者加流求压的方法。关于电阻的等效变换，我们在第12至第15讲里进行了讨论。电源的等效变换也非常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变换方程，也就是除了电源等效变换之外，最大功率传输是大家可以直接使用的。当 RL 等于 RI 时，获得的最大功率是 US 平方比4倍 RI。接下来是规范化电路分析的2种基本方法，分别称为节点电压法和回路电流法。节点电压法是以节点电压为变量列写各个独立节点的 KCL 方程，回路电流法是以回路电流为变量列写各个回路的 KVL 方程。在节点法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2个节点之间只包含一个独立电压源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处理。其他需要特殊处理的，比如说包含受控源的支路，这些情况我们都在第33讲进行了详细讨论。对于回路电流法来说，如果说支路上包含独立电流源，或者说各种情况的受控源，我们都在第34讲进行了讨论。这学期介绍了几种电路的分析定理，其中叠加定理和戴维南定理是最为重要的。关于叠加定理，首先需要说明它是线性电路的重要定理。其次，当电路包含2个或多个独立源的时候，你可以考虑。还有非常重要的受控电源是不参加叠加的。戴维南定理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当要求最大功率传输或者某一个支路的电压或电流的时候，可以考虑用戴维南定理。关于戴维南定理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或者技巧，就是从哪个端口往里看求其戴维南等效电路。关于这一点，需要各位在做题过程中多加总结。求开路电压或短路电流或入端电阻，只需要使用前面介绍的若干等效分析，或者说 KCL、KVL 就可以进行了。关于定理，我们在第35至36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一部分内容是关于非线性电阻电路分析的，我们介绍了4种分析方法。
列方程求解法，它的优点是可能可以得到解析解，但是问题是，一般来说，方程的列写比较困难，方程的求解需要采用数值手段。图示法物理概念非常清晰，但是图示法所得到解的精度并不高。分段线性方法求解的精度取决于分段的数量。为了获得实际元件究竟工作在哪一个线性区段，往往需要用假设、检验的方法。小信号方法是我们用来分析非线性电阻电路有小扰动，或者说有目的的实现某些特殊的功能性电路，比如说放大器时所非常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我们在第40讲至第44讲对非线性电阻电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这8周的课程里，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学习了线性和非线性电阻电路的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清华大学电路原理教学组对同学们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将在2014年的2月24日开始电路原理第2部分课程，欢迎同学们继续选修。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